坎昆升级过后，以太坊会暴跌吗？我们是否该先出场？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依然坚定的持有这2张多单。我们从$44,900开始就一路拿着比特币的多单，直到现在72000左右。以太坊呢，我们从2070啊，没错，我们一路拿到了$4000，也就是拿了翻倍了。那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现在总和的利润呢，已经来到了非常接近1000万台币。那其实，在昨天直播的时候呢，我们的总和利润呢，就已经有超过了1000万台币的。那么，如果你也觉得这些收益你也感兴趣，你也想试着交易看看的话，那么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30的现金，现金哦，就是可以提币的。你只要$5003天就可以拿到$36.5的现金，一样可以直接提币走。那么这2个活动你可以同时参加。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比特币的以太坊的盘面。那以太坊呢？没错，我们会在明天，就是明天3月13号的时候会进行坎昆升级。那我们可以把过往我们有过的24次升级里面比较重要的12次升级，我们都来复盘一下过往升级的时候，以太坊都发生了哪些事情。那么我们直接先说结论，我自己是不会在坎昆升级的时候就把以太坊的现货还有合约给出场掉了，因为其实我们如果复盘过往我们可以发现，当以太坊进入了一段多头走势当中的时候，即使我们的升级结束了，那么我们的上涨趋势呢，并不会结束，它甚至会持续或加速啊，只有这2种可能。只有我们在熊市的时候，才会因为升级结束而导致币价下跌。其实我们可以先来概括的看一下。那么我在图表上面呢，画白色线的地方啊，就是以太坊它曾经有重大升级的时间点呢。我们可以发现啊，其实我们最初的时候呢，一开始我们在这个位置升级过后我们就下跌了，不过当时比特币它还不算在很明确的上升走势当中。其实我们从周线上看，它了不起也就是震荡而已。所以当时升级完之后呢，我们就迎来了下跌，而且这个下跌的幅度呢不小。我们等一下再把它切细来细的看一下。那其实我们在这个位置哦，当时也是下跌啊，升级完下跌，不过当时都是没有进入到很明确的多头走势当中。一旦我们进入到了明确的多头牛市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升级完呢，我们并不会有太大的币价波动，就直接往上走啊，就是延续了原本的多头走势，甚至在升级结束之后呢，还会加速。那我们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是小牛嘛，当时比特币的小牛。那升级完呢，继续上涨，所以不会因为升级而下跌啊。至少在牛市、在多头行情的时候是不会的。然后在这个位置，那这更不用说了，升级完之后，那就继续上涨。然后我们当时呢，2020、2021的牛市当中，以太坊最凶猛的那段期间呢，其实我们升级完呢，我们都是持续的上涨的，甚至升级结束之后，我们还加速了。那这次是伦敦升级一样啊，升级完之后继续上涨，没有问题的。除非我们在熊市的时候，真的要特别注意升级，因为我们在熊市呢，每次升级完呢，就会有很大程度的回落。像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回落了，这个地方没问题。我记得这里是伦敦升级吧，然后这里是上海升级啊，我相信这个大家都还印象深刻啊。当时确实升级完，它就形成了顶部。不过当时我们是在熊市还在震荡，那我们现在在牛市的情况下呢，我认为比较可以参考我们前面这些升级的走势哦，也就是升级完之后它继续上涨，那我自己是不会先出场的，不会在3月13号之前出场。那么我们也会在3月13号的时候呢，直播坎昆升级。好，那现在我们就来细的复盘一下它每一次升级的情况。我们到日线来看呢，我们比较能看到它详细的走势，因为从周线上看呢，我们真的只能看个大概而已啊。因为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从其实最早呢，我们这12次升级里面当然坎昆升级就是第12次，那时间呢很明确，就会在3月13号，这个是很确定的。那我们第一次大的升级其实是边境升级，是在2015年的7月30，那其实这个已经超出了这个图表的范围了。那当然，这个图表其实已经是以太坊的全历史图表了，不过还是超出了它的范围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它的价格走势。那我们第一个可以看的呢，就是家园升级，我相信这个大家还是印象深刻的 Homeland 嘛，这个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啊。2016年的3月14号，那当时我们升级结束过后呢，我们就迎来了一定程度的下跌，大家也不要小看了，这个下跌的幅度也不小哦。当时我们在
升级结束过后啊，直接下跌了52个百分点，也就是你升级结束完，你直接卖出，或者说直接做空，你可以吃到52个百分点的利润，相当不少了，52%啊，相当于从4000直接干回2000啊，跌了一半，就这么夸张。不过当时我们是在熊市或者说是在震荡的背景之下，那我认为这跟现在的背景呢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接下来呢是在16年的7月20号，也就是人道分叉啊，以太坊的至暗时刻。那当时呢也没问题，我们在升级完之后呢，我们就下跌了，而且它下跌的幅度啊、速度非常的迅速啊，直接有53%啊，也是一个腰斩的行情。不过当时是在熊市啊，这个跟我们刚刚的结论呢是完全相同的。然后我们到了17年的时候，17年嘛，大牛市这个没问题。不过我们当时还是有小小的回落。那当时对于以太坊来说，其实当时的以太坊呢，它的对于市场的关注的程度还没有像现在那么大，所以当时以太坊的波动比现在剧烈的很多很多。你看这根针你就知道了。我们看一下这根针它多么的夸张啊！当时市场的波动啊，一根针44%，基本上你只要有做多，对不对？一定插爆。那当时20%的下跌，其实算是小的下跌吧，不过也不能算到太夸张。那你可以看到，其实升级是不影响我们后续的一大波牛市的多头走势的，绝对不影响。那我们继续来看啊。到了我们19年的时候，当时比特币小牛也开始了嘛，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君士坦丁堡或者说圣彼得堡的升级，升级完之后没问题震荡之后继续向上，所以基本上不影响原本的多头走势，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因为升级结束呢，然后我们就慌张的把我们以太坊卖出，现货还有合约其实都是如此的。那我们在2020年的1月2号呢，当时就是冰川升级。升级完之后继续上涨没问题。但如果我们卖出了的话，我们就会完美的踏空这波行情这波利润。那这波利润呢，大概有130%左右相当香甜你可以想象一下，现货以太坊130%的利润。2020年的12月1号，其实就是信标链正式释出。那当时其实你可以看它其实也是相对的顶部，或者说呢，是我们上涨的起跳点。没错，上涨的起跳点，这根 K 线一根26%，你可以想象吗？以太坊日线一根 K 线26%，相当不可思议了。那如果你在升级结束你就卖出，会完美的踏空后面的行情。然后我们到了21年的4月15号的时候，柏林升级没问题柏林升级。那柏林升级的时候，后面呢其实就进入到了末升段就是最后的疯狂，最后的加速。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在升级结束之后就卖出回调那都是小小的了不起20%，但这个后面的上涨呢，随随便便都是个翻倍的上涨。你看一下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随随便便100%上涨没问题翻倍，以太坊翻倍然后我们到了21年的8月5号的时候是伦敦升级当时伦敦升级的时候呢，市场上有些声音是看空的，因为升级嘛升级利多出尽，极为利空，当时很多人卖出了，结果卖出之后就踏空了。所以我们在多头行情当中呢，不应该因为升级结束，我们就把我们手中的以太坊还有期货的部位呢就出场这个是不对的。你可以看到当时结束之后呢，我们就持续的上涨。那直到了我们熊市的时候呢，它确实盘面出现了一些变化当时我们在22年的9月15号。巴黎升级嘛，就是 The Merge，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有印象，因为它其实也没有很久之前对，没有很久之前，我都还历历在目你可以看到当时巴黎升级 The Merge 过后呢，我们就开始疯狂的下跌，尤其当天就开始下跌了当天就开始下跌了你可以看到26%没错26%。那当时其实下跌的背景也是由于当时是在熊市在震荡的过程那跟现在肯定是不符的所以我们在升级结束过后要卖出呢，它基本上根据复盘，它只有在熊市的时候成立，在牛市的时候是不成立的所以是不一样牛熊两样情那我们到了23年的4月12号，那这我相信大家在场的应该都有印象就是上海升级嘛，这个就好像昨天才发生的事情一样当时上海升级结束过后呢，我们市场迎来了25%的回调，其实也不小了，对于现在的比特币波动率来说，绝对也不小了。那当时也是在熊市或者说大环境还不好的背景之下才有这样的下跌。那我认为我们这一次的坎昆升级呢，时间很明确就在3月13号，没错，就是明天我们要坎昆升级。那升级完过后呢，我相信盘面它基本上没问题会持续的上涨，会持续的上涨，有回调也不会太大，或者说不会危及到原本的上涨的趋势。这个是我们根据复盘呢，对于
我们在3月13号的升级所做的判断。那如果你也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哦，对，我们现在呢频道开通了会员功能，最近开通了，因为我也要抄底啊，我也缺钱啊，对不对？我可能比特币太坊也差不多了啦，或许以后有些其他的机会。牛市就是缺资金啊，我也在到处贷款啊，有看直播的都知道，你要看一下啊。你可以加入这个频道的迅速回本，我们有提供很多福利啊，比如说我们每天呢都会提供2-3则图文观点，会在 YouTube 的社群发布，然后呢会免费送你科币托Bybit 联名的上衣一件，免费寄送到你家，会给你表单填写，然后保证你拿到。那我们每年呢也会至少举办一次的实体聚会，然后还有一个比较贵一点快速致富，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会有会员影片、会员直播，还会送你 Bybit 的周边套组，上衣一件，帽子一顶。然后每半年呢，我们就有一个比较高档的聚餐比如说至少也吃个2000块的聚餐吧，也可以跟大家见面聊聊天。OK， 非常感谢各位，好，非常感谢各位，拜拜。